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我的青春过了。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英豪。龙争虎斗慢劬劳，落得一场谈笑。话说西晋末年，有这么一天，一个身着华丽冕服的男人出现在滨州左国城郊外。此人身高8尺开外，身材魁梧，眉目间隐约有一股王者之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颌下有3尺长髯，随风飘扬。这个人在这一天筑坛社稷，追尊蜀汉的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摆下汉高祖刘邦以下3族5宗的神位，逐个进行了祭祀。随后效法刘邦继汉王位，改年号元熙，置百官，大赦天下。奇怪的是，这个把汉朝的几位杰出帝王祭拜了一圈的男人，实际上并不是汉朝皇室的后裔，甚至他都不是汉人，而是一位匈奴人。曾经世代与汉朝为敌，现在呢却掉过头来认刘氏当了祖宗。究竟是世界变化太快，还是另有隐情呢？此人姓刘名渊，字元海。这一年呢是公元304年。从刘渊自称汉王开始，中国历史逐步进入到了一个极为混乱的时期。刘渊之后又有许多的少数民族相继拉起人马，扯起大旗，最终呢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华夏衣冠南渡，建立了东晋。这些当时的少数民族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史称五胡。五胡建立的政权加上几个汉人在北方建立的政权，统称为16国。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东晋16国的第1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叫八王之乱。有一个名字是一堆数字的网友给我留言，以下呢是他的一些个人观点。说最垃圾的大一统王朝西晋上线了。280年灭吴，304年蜀地造反，后面呢成了成汉。大一统统了个寂寞，20多年大一统逆天呀。司马懿老贼背信弃义，老贼儿子弑君谋逆，司马炎开国就骄奢淫逸，司马衷呢是个憨憨。八王之乱，一帮司马疯狂祸国殃民，果然人如其姓。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的很是幽默风趣。有2点我想补充一下。一个呢是司马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从灭吴之后开始的，灭吴之前还是可圈可点的。另一个呢是西晋王朝的确会在今天上线，不过很快就会在下一集灭亡。那么说起八王之乱，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在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女性，她就是咱们这期的封面人物，有着淫邪妖后之称的贾南风。贾南风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八王之乱又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别走开，且听我一一道来。话说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为了江山永固，采取了2条不同的用人路线。一条呢是拉拢异姓大臣，扩大自己的统治阵营；另一条呢是通过分封皇族建立诸侯王国。异姓大臣和皇族势力对峙，构成了西晋初年政治的基本格局。说这一年，东宫太子司马衷到了结婚的年龄，这司马炎呢对他的婚配对象犯了难。朝中有2位异姓大臣，功勋卓著，权势显赫，一个呢叫魏冠，一个叫贾充。您如果是熟悉三国的历史应该对这俩人有所了解。三国后期有3位名将，分别是姜维、钟会、邓艾。这个魏冠就是接连除掉了这3位名将，平定了蜀地叛乱的人。那么他在平乱以后呢，得到重用，逐步的位极人臣，这是魏冠。那么贾充呢？这贾充是跟着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这爷仨一路过关斩将走过来的开国元勋。
他在40岁助攻司马昭平定了诸葛诞叛乱，43岁指挥亲兵一枪刺死了魏帝曹髦，保住了司马家的权位。62岁担任大都督，主持了灭吴的战役。这个魏冠和贾充啊，都是当时进入司马氏政权中地位最为显赫的异姓大臣的代表人物。对于武帝司马炎而言啊，通过联姻的方式可以笼络控制氏族门阀的首领。于是呢，为太子选妃，自然而然就将贾魏两家作为了首选。司马炎本来的这个想法是在魏家，他认为魏宫女有无可，贾宫女有无不可。魏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说魏家呀，这个基因很好，又贤惠又能生儿子，而且呢，这一家的姑娘是肤白貌美大长腿。而贾家呢则截然相反，又丑又黑又矮又善妒，而且欠缺生男孩的这个基因。这么一看呢，贾家的姑娘啊似乎是一无是处，任谁也不敢找这样的当媳妇儿。但是贾充亲党众多，而且有钱，对于大臣而言，能够和皇帝联姻，那无疑是稳固家族地位的最佳方式和捷径。于是呢，贾充花费重金做通了皇后杨氏的工作。这个杨皇后呢，坚持认为贾家的姑娘那是大铁棍子捅蛤蟆，顶呱呱。再加上贾充的好兄弟荀婿等人啊，当着皇帝的面极力夸赞贾家女儿好到不要不要的。这司马炎呢，耳根子一软，忘掉了自己总结归纳的无可无不可。当然也有稳定政权的多方面考虑。在太史8年，册封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晋武帝司马炎啊，对贾家女无不可的这个评语其实极为精准。贾南风从打一过门就将本性暴露无遗，他刮的不是温暖和煦的南风，而是一股极为糟糕的妖风。说西晋的东宫太子司马衷迎娶了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其实最早要娶的不是贾南风，而是贾南风的妹妹贾武。这一年司马衷啊13岁，贾武呢只有12岁，小孩太小，这成人的衣服啊都撑不起来。最后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娶了年方15的贾南风。这太子妃贾南风啊，长得有些不尽人意，不太符合当时的这个主流审美。长得难看也就罢了吧，毕竟这个相貌并不能说明人的内在。最要命的是这个女人啊，年纪轻轻就嫉妒心极强，心肠狠毒，手段残忍。史书记载她呀是妃性酷虐，常手杀数人，或以己至孕妾，子随刃堕地。啥意思呢？就说贾南风啊，行事风格喜欢亲力亲为，能动手的时候绝不吵吵，亲手杀过好几个人，然后这个气性啊特别大，到什么程度呢？太子府里有侍妾怀了太子骨肉的，贾南风知道以后呢，就会气到不行，抽冷子一戟扔过去，扎到那孕妇的肚子上，直接一尸两命。这个场面啊极为恐怖残忍。如果能有一个中国古代悍妇排行榜，这个女人一定榜上有名。而如果我们稍稍深入的挖掘一下下，会发现贾南风的狂躁和狠辣是有一定家学渊源的。他的生母郭氏在如何做一名成功的母夜叉这项事业上，有着和他一样的修为。说郭氏和贾充早年生有一个男孩，名叫贾黎民。这个贾黎民长到3岁啊，模样讨喜可爱。有一天呢，奶妈抱着他玩耍，玩着玩着呢，贾充走过来了。这孩子看到贾充以后就一个劲儿的笑。贾充呢也是打心底里喜欢这儿子，就伸出手去轻轻的爱抚。这伸手不要紧，让郭氏看见了。贾充和奶妈还有一个3岁的小娃娃，这个莫名温馨的画面让郭氏啊自顾自地认为贾充和奶妈
有一腿。最后呢，就把这个无辜的奶妈活活鞭打致死。可能是这事情啊做的太缺德，过世自己的儿子那个3岁的贾黎民，也因为恋念奶妈而死。照理说这种事儿发生过一次，怎么着也不会有第2次了吧？还就巧了，电视剧本都不敢这么写。这个贾充啊和这个郭夜叉后来又生了个儿子，这儿子太小，又给找了个奶妈。奶妈逗孩子玩的时候呢，贾充又上去凑热闹，结果呢毫无悬念的被郭氏又看了个满眼。奶妈被杀，这儿子呢又一次夭折。贾充自此以后再也没能要上儿子，这贾家的香火也就此断绝了。有郭氏这样一个妈，这贾南风的一些所作所为啊也就不难理解了。说这儿媳妇太彪悍，司马炎呢就想要废掉她，结果引来了杨皇后和贾家亲党们轮番劝说。有的说贾南风还小，等长大一点自然就会懂得收敛了。有的呢提醒司马炎说，陛下难道忘了贾公驴了吗？想起了贾充为司马家立下的功劳，司马炎呢心软了，就这样放过了贾南风。可惜的是，他这一心软，就这样断送了西晋王朝的国运。公元290年4月，晋武帝司马炎崩于洛阳韩章殿，时年55岁。在临死的前8天啊，司马炎任命侍中车骑将军杨俊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这杨俊啊，在西晋没什么建树，但是身份特殊，相当于太子司马衷的老爷，因此在司马炎临终之际，被授予了辅政大权。晋武帝驾崩以后啊，太子司马衷继皇帝位，尊杨后为皇太后，立贾南风为皇后，这就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晋惠帝。东西两晋啊，一共出过2位智商感人的皇帝，一位呢是东晋末年的晋安帝司马德宗，另一位呢就是晋惠帝司马衷。司马德宗的这症状啊是极为严重的，吃喝拉撒一概不能自理，从小到大从生到死不知道饥饱，分不清寒暑，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个司马衷的情况呢相对要好一些，一些基本的听说读写都是可以的，也有生育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周遭事物的感受，也懂得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但是司马衷啊，在认知和判断层面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修复的障碍。举2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一年夏天，这个晋惠帝司马衷被青蛙的叫声所吸引，于是呢问左右的侍从说，此鸣者为官乎私乎？这顶呱呱的叫声是为公事还是在为私事呢？身边的人一听啊，心里直骂，我尼玛又不是蛤蟆，我上哪儿分得清他为官为私呢？但是司马衷问话又不能不答，于是下人只能说，在官家的地面叫就是为官，在私家的地面叫就是为私。还有一次呢，是后来天下大乱，老百姓啊很多人都饿死了，这个司马衷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很不可思议，于是呢问了句很有名的话，何不食肉糜啊？木有饭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晋惠帝的认知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说选这么个智商堪忧的人当皇帝，有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呢？其实早在司马炎还活着的时候，不看好司马衷的人大有人在。前面提到的魏冠有一次就在酒席宴间，借着酒劲儿扑通跪倒在司马炎御座前面，说，臣欲有所起。说，陛下我有话呀想对你说。司马炎说，公所言何耶？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魏冠呢欲言又止，反复张了张嘴，又不敢明说，于是呢用手轻抚皇帝的御座，说，此座可惜呀，那什么，你这个座位啊有点可惜了。
司马炎那是什么人啊？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假装没听懂，继续问道：公真大罪也。说老魏，你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喝成这样啊？魏冠从此以后在太子的事情上不再多话。其实司马炎啊，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的状况，也想过要废掉司马衷，另立太子，只不过几个方面的因素让他最终断了这个念想。首先呢，是来自杨皇后的反对。司马炎曾私下和他说起想要废立太子。这杨皇后的原话啊，是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规矩就是规矩，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其次啊，是来自稳定朝局的考虑。几次想要废太子，因为贾充的女儿啊是太子妃，最终作罢。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啊，是因为皇太孙司马昱比较聪锐，儿子智力欠佳，孙子却很聪明。考虑到这一点，司马炎觉得可以让这傻儿子过渡一下，安排互相牵制的辅政格局，然后再传给孙子，这锦绣江山那他不就坚若磐石了吗？而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儿子的形象，司马炎呢做出过一些尝试，一边安排了许多十分优秀的老师，一边暗中观察抽查甚至考试。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司马炎呢安排了3个大臣去和太子聊天。这仨人呢很快去而复返。司马炎就问说怎么样啊，这太子有没有什么长进啊？其中一个大臣回复说，圣智如初耳，跟当初没你们什么区别，还是那么傻。一方面啊是儿子不争气，一方面呢是这大臣说话也太直了。司马炎这个气也不发一言，起身拂袖而去。有了这次抽查，司马炎呢决定给儿子再安排一次摸底考试。为了确保考试结果的真实性，他把东宫太子府的所有班子成员请来赴宴，然后呢把考题写在纸上，又密封好送给太子，而且让送题的人啊就在那儿等着，太子一答完卷就赶紧再送回来。司马炎以为自己做的是无懈可击，可是忽略了太子身边有人十分擅长无中生有。谁呢？就是那位太子妃贾南风。东宫的班底被全体请走了，但是身边服侍的人还在。这贾南风呢就让身边的人帮忙写一份答案，再让这司马衷呢原封不动的照抄。司马炎看到这份答卷以后啊，十分高兴，还特意在朝堂上拿给魏冠看，心里说老魏，你不是说可惜吗？这回啪啪打脸了吧？搞得魏冠啊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朝臣们见状山呼万岁，也算是承认了司马衷的太子地位。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司马衷呢最终顺利的登上皇位。说司马衷啊当了皇帝，这贾南风呢狗尿台不济长在了金銮殿上，摇身一变她成了皇后。母仪天下是完全不沾边的，但是邪恶的本性开始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此时左右西晋朝政的势力啊，主要有这么3股：一是皇后贾南风，二是辅政大臣外戚杨俊，三是司马家的皇族们。贾南风想要干预朝政，于是不可避免的和辅政的杨俊产生了冲突。于是在杨俊辅政不到1年的时候，贾南风与2名殿中军官相勾结，密谋要发动政变，除掉杨俊，废掉杨皇后。这俩军官呢人微言轻，缺少影响力，贾南风呢就想到要拉一位宗室的王爷入伙。他呀先想到的是汝南王司马亮。一个是这老头啊辈分高，他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炎的叔叔；二是司马亮和杨俊有矛盾，刚好可以利用。按理说他应该是发动政变的不二人选，哪成想这老头是天生胆小怕事，
一听说贾南风找他一起搞事情，连连摇头，坚决不想参与。很快贾南风呢又联系了楚王司马玮。这司马玮是谁呢？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当时只有21岁，血气方刚。一听说要除掉杨俊，马上来了劲头，立即欣然同意。同时呢还叫上了自己的弟弟淮南王司马允。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时间来到元康元年的3月初8，贾南风控制了晋惠帝，诬陷杨俊谋反，让晋惠帝下诏免除了杨俊一切职务。随后呢，由楚王司马玮驻守皇宫，淮南王司马允派人驻军进宫，保护皇帝的安全。再由东安公司马攸领兵前往杨俊的府邸。士兵们很快闯进了杨府，见人就杀。杨俊本人呢，躲藏在马厩，士卒发现以后，将他一刀结果了性命。杨府上下不论男女老幼，被杀了个干干净净。和杨俊有关的一众人等也逐个被抓捕，尽皆伏诛，前前后后因此丧命者高达数千人。这政变很成功，一时间呢，贾南风的妖风压倒一切。那个杨太后也被晋惠帝下诏废为了庶人，关进了洛阳西北角的金庸城。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晋武帝司马炎实际上呢有2位姓杨的皇后。第一个叫杨艳，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生母，劝说司马炎不要废太子的也是他。杨艳和司马炎感情很好，但是短命，37岁就病死了。他担心司马衷将来位置不保，于是在临终前，他躺在司马炎的腿上，柔声的提出让他的堂妹当皇后，母仪天下。司马炎一边抽泣，一边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在杨艳病逝以后，他的堂妹杨芷，也就是杨俊的女儿，被晋武帝封为皇后。劝说司马炎不要废掉贾南风的就是这第2位杨皇后。司马衷上位后呢，尊为太后的也是他。杨俊被诛除以后，这个杨太后的母亲庞氏要被处死。史书记载，在庞氏临行前，杨太后暴驰嚎叫，结发起嗓，母女俩是抱头痛哭。杨太后呢，割断自己的头发，跪在地上不断的磕头，又称自己是奴婢，请求贾南风高抬贵手，放过自己母亲的性命。但是并没有得到贾南风的恩准，庞氏呢身首异处。1年以后，杨太后本人在金庸城被断掉饮食8天，活活饿死。贾南风很迷信，相信妖巫之术，害怕这杨太后到了阴曹地府以后，向晋武帝司马炎告阴状。他就让人把杨太后脸朝下草草掩埋，并在棺材里放满各种符书药物，用以驱邪压胜。杨俊败亡之后，西晋的权力架构重新组合。原本没参与政变的汝南王司马亮，因为辈分最尊，资格最老，也因为当初司马炎驾崩前其实有意让他和杨俊共同辅政。基于此呢，司马亮被封为太宰，与太保魏冠共录尚书事，共同辅政。政变中出了大力的楚王司马玮被封为魏将军，掌握皇宫禁卫军权。东安公司马攸被晋封为王，升任尚书左仆射。皇后贾南风也是这场政变的赢家，从此开始更大程度的干预朝政。咱们稍微捋一捋这个司马亮、司马玮、司马攸这3个人的关系，实际上呢是祖孙3代。司马亮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叔叔，司马玮呢是司马炎的儿子，司马攸和司马炎是平辈。说贾南风和皇族宗室势力双方各自分到了政变的胜利果实。仅仅3个月以后，西晋朝堂的和平局面被再次打破。首先是司马亮、魏冠和司马玮之间，2位辅政大臣半是忌惮，半是瞧不上司马玮这么一个小字辈突然得志，还手握禁卫军权，
两人有意夺其兵权。司马伟得知两个老家伙要对自己下手，马上向嫂子贾南风靠拢。不久后呢，在贾南风的授意下，晋惠帝司马衷给弟弟司马伟下达了这样一封诏书，说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攻朱门、废二公。您注意，这封诏书是本章节的一个关键，说的是太宰司马亮、太保魏冠想要废立皇帝，皇帝诏令楚王司马伟和淮南王、长沙王、成都王各屯宫门，罢免司马亮和魏冠的官职，只说废掉二公，是杀是留，并没有给出明确指示。司马伟呢，可能也是感觉这个诏令语焉不详，于是呢，想要直接进宫找贾后好好问一问。但是传旨的宦官把他一把拦下，向他说明这是密旨，您要是进宫这一来一回，万一走漏了消息可怎么办呢？司马伟一听感觉也对反正这俩老东西一直瞧我不顺眼，那就直接开整吧。于是他直接点起本部人马，又矫诏调集皇城所有的卫戍部队，连夜包围了司马亮的王府。对于司马亮而言这个事情很突然，于是呢，他下令不准抵抗。他这边不抵抗，司马伟派来的兵卒已经翻墙而入。情急之下呢，这司马亮对着众人大喊：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岂可见乎？你们要是杀我，可有皇帝的诏书这诏书其实就在司马伟的手上，但是司马伟并没有给他看，而是命人继续攻入王府，将司马亮擒获。这一天的洛阳天很热，司马亮被临时控制在一架马车旁边。老头是须发皆乱，自顾自地说：我之忠心可破视天下也，如何无道，枉杀不辜。将士们轮番为他扇着扇子，但是一直到第二天快要中午的时候，没有人敢对这位老王爷痛下杀手。司马伟呢，最后给出重赏，能斩亮者赏布千匹。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司马亮呢，很快被乱兵所杀。司马伟杀了他的亲叔祖，司马家族各宗王之间从此开始骨肉相残。其实这个时候有人建议司马伟一举去诛除贾后一党，匡正王室，以安天下。可惜司马伟呢，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就在他犹豫再三的时候贾南风那边已经有所动作，准备用专杀之罪诛除司马伟。什么是专杀呢？就是你司马伟未经请示批准，擅自诛杀宗王和朝廷重臣，给你的诏书写得很清楚，让叫上淮南王、长沙王、成都王，结果呢，成了你单独行动，让废掉二公，意思是废除这俩老头的官职，你倒好，直接都给咔嚓了。一个是目前辈分最老的王爷，一个呢是最具代表性的开国元勋，这俩老宝贝说没就没了，这黑锅你司马伟不背谁背呢？于是在太子少傅张华的建议下，贾南风派殿中将军王公打着一面小旗儿，当着众将士只说了4个字，结果是没有费一兵一卒，司马伟调集的兵马顿时做鸟兽散。打的什么旗呢？他派人打的旗叫邹鱼幡。通常这个旗上面画有一只怪兽，好像熊又好像老虎，这个怪兽呢就是邹鱼。据说邹鱼很是仁善，不是自然死亡的这动物从来不吃。古时候的人们呢，因此把它画在旗上，用以传达休兵停战、放弃武力的意思。而王公到军中又说了哪4个字呢？根据《晋书》的记载，遣殿中将军王公即邹鱼幡徽众，曰：楚王矫诏，皇帝有令，司马伟假传圣旨，这小子其实是在诓你们，还不赶紧各回各家？难道是等着朝廷查办吗？在这种情况下，司马伟身边的军队大批撤离，左右尽散。
光杆司令司马伟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牢，随后呢，被以矫诏杀人、图谋不轨的罪名斩杀。临行前啊，司马伟从怀里掏出那份让他废二公的亲旨诏书，流着泪对监斩官诉苦：我真是拿到皇帝诏书才行动的，为朝廷卖命，却换来这么个结果。到了下面见了先帝，我要好好向他申冤。其实要说起来冤枉啊，汝南王司马亮和魏冠比他还要冤。从这么短短几天就轻松解决了一老一少两位宗王来看，贾南风除了悍妒狠毒以外，他的心计城府也同样是非常人可比。说洛阳城南啊，有一个盗卫部的小吏，这小伙子长得很帅，容貌端庄，气质高雅，但是一直干着一些杂活，工资也很低。突然有一天呢，这小伙子穿了一身十分华贵的衣服，这个事情在当时来讲啊是很不寻常的，众人都怀疑他的衣服来路不正。他们这个盗卫部啊，本来就是缉捕盗贼的，单位领导呢就把这小伙子当作盗贼来审问。碰巧正好有贾南风的远房亲戚想要仗着身份得到这些被认为是赃物的衣服，就过来跟着旁听。这小伙子一看这种架势呢，就原原本本的给人们讲了他得到这些衣服的过程。他说有一天呀，我在街上正走着呢，碰着一个老太太，说家里边有人生病了，请人算过之后呢，说要从城南找一个小蝎子来压生。老太太就求我去她家走一趟，事后必有重谢，我就答应了。跟着去了，先是上了一辆车，而后呢，又把我装进一个柳条筐子。大概走了10多里的样子呢，过了能有6、7个门，他们打开箱子把我放了出来。忽然我就看见好多个漂亮的亭台楼阁，我就问了一嘴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他们就告诉我说这是天上。随后呢，有人招呼我沐浴更衣，去见了一个妇人。这人啊，大概是35、6岁上下，身材矮小，脸上这个脸色青黑，眉后有一颗黑痣。这妇人留我啊住了几天的期间，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那什么共寝还宴吧。这些衣服呢，就是我要走的时候他送给我的。那些个旁听的人啊，一听这小伙描述的相貌，就猜到了准是贾南风无疑，也就惭愧着笑着离开了。这个小伙呢，也因此没有再被刁难。除了一身华服啊，这小伙最应该庆幸的是命大，因为在他之前，很多男子像他一样被带入宫中，就再也没能走出来，全被悄无声息的灭了口。唯独这个盗卫部的小伙子讨得贾南风的欢心，最终呢得以全虚全影的不死而还。这个小故事啊，是贾南风专擅朝政之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热爱生活的一个缩影。贾后专权是西晋最后的稳定时期，一方面贾南风的专权还没有对皇权构成绝对的威胁，朝廷在晋惠帝的名义下保持着对大局的控制。另一方面，因为朝廷中包括宗室后党的各种势力保持了基本平衡，确保了全局的基本稳定。这种情况大致持续了9年多的时间。说贵为皇后，大权在握，还有无数的男宠为她服务。可是贾南风呢，越来越不快乐，原因是他始终没有儿子。没有儿子，这就意味着他将来没有办法堂堂正正的当上皇太后，甚至他的家族利益也会因此受到威胁。于是贾南风啊，用了2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第一个办法，无中生有。怎么个无中生有呢？贾南风不是有个妹妹叫贾武吗？这个贾武啊怀孕了，贾南风呢就制造了一个他本人
也怀孕了的假象。衣服里面放上一些个东西，日子久了呢，这个东西也越放越多，这肚子就看上去越来越大。等到他妹妹贾武那边传来消息说生了，是个男孩，那贾南风呢就命人偷偷的给抱来，谎称这是他自己的儿子。这一步无中生有就做成了。第二步呢是解决他一直以来一块心病，废掉太子司马懿。想要废太子，必须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贾南风呢再次用他最擅长的无中生有，凭空嫁祸。有这么一天，这贾南风呢以皇帝生病为由，将太子司马懿骗入宫中。来了以后呢，也没有让他去见皇帝，而是单独安排在了一个房间，然后有宫女带来了3升酒。明知道司马懿喝不了多少酒，可是这宫女呢以这是皇帝命令相逼。直到司马懿喝醉到人事不省的时候，贾南风呢又命令宫女拿了一张事先写好的草稿，把这司马懿呢使劲摇醒，说醒醒吧，皇帝让你把这篇文章抄写一遍。这司马懿呢就糊里糊涂的抄了一份，其中很多字潦草到笔画都不全，可是就是他抄写的这么一份东西，最终要了他的命。贾南风把司马懿抄好的这张纸呈给了晋惠帝司马衷。这纸上呢有这么一段文字，说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要宜速自了，不了，吾当守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宜犹豫，以致后患。大致的意思是向神仙祷告，司马懿呢要和他的生母谢淑妃里应外合，了结晋惠帝和贾皇后的性命。晋惠帝司马衷人是傻了点，但是要让他死他还是明白的，于是呢把公卿大臣们叫来共同商议。一部分人支持处死，一部分人呢表示反对，商量了一整天的时间也没达成统一的意见。最后晋惠帝下诏废太子司马懿为庶人，先是幽禁在洛阳的金庸城，后又转到许昌幽禁在旧宫当中。贾后废太子很快引发了众怒，原本在太子东宫的2名军官，一个叫司马雅，一个叫许超，这哥俩觉得贾南风太阴损太缺德了，于是想到去找时任右军将军的赵王司马伦。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9个儿子，在八王之乱的八王中除了已经死掉的汝南王司马亮，就属司马伦的辈分最高。这个人本来和贾南风一伙，但是当司马雅、许超把政变的意思透露到他这儿的时候呢，这司马伦觉得众怒难犯，刚好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机除掉贾南风，自己做大做强。于是呢就答应了司马雅和许超，准备联合起事。就在起事的前夕，赵王司马伦身边的一个亲信叫孙秀的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太子为人刚猛，大家都知道您和贾后关系非比寻常，即便您重新扶立太子，他也未必感恩，不如暂缓起事，等贾后杀了太子，我们再以为太子报仇的名义起兵废后，这样不但没有祸患，反而更加有利。司马伦一听呢，觉得很有道理，就依计行事。过后这个孙秀让人散布流言，说宫里有人要废掉贾南风，复立太子。贾南风听说了以后呢，很是害怕。司马伦呢又趁机进言，劝他除掉太子，免去后患。贾南风听了以后果然中计，马上矫诏派宦官孙律到许昌去毒杀太子。孙律到了许昌，但是迟迟找不到下毒的机会，他就把司马懿关到了一个小房子里，不给吃的。谁知呢有宫女偷偷的从墙上递进去一些食物给太子吃。孙律呢很快没了耐心，干脆就逼着司马懿吃毒药。司马懿是死活都不肯，
最后呢，被孙律用药杵活活砸死。那个骨头断裂的那个声音啊，在屋外都能听见。司马懿一死，司马伦窜了出来。永康元年，公元300年4月初3这一天的夜里3更时分，赵王司马伦矫诏带兵杀入皇宫。政变发生之时，齐王司马囧就是武帝司马炎的侄子，他一听说要诛除贾氏，蹦着高领了100人就抢在前头去抓贾南风。见到司马囧，贾南风先懵了，问他说：“这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呀？”司马囧回答说：“嘿嘿，奉诏来抓你。”贾南风一听啊，更懵了，说：“这诏书都是从我这里发出去的，你哪来的诏令啊？”司马囧心想：你哪来那么多废话？上去一把薅过来，老鹰捉小鸡一般拎起来就走。路过晋惠帝的寝宫啊，贾南风大声的冲着皇帝的方向大喊，说：“我是陛下的妻子，废我就等于废了陛下你自己。”结果呢，没有任何回应。司马伦等人在4月初3发动的政变，6天以后，一杯泛着金色光芒的美酒被送到了贾南风的面前。这是一杯用金粉勾兑的毒酒，一代淫邪妖后贾南风就此在洛阳的金庸城饮金而亡。公元301年的正月，赵王司马伦导演了一场名为禅让的闹剧。司马伦受禅称帝，晋惠帝司马衷前往金庸城被幽禁了起来。赵王司马伦这个人啊，从小不喜欢读书，没有什么才学，除此外呢，还有点讨好型的人格。他知道自己啊得位不正，就想着抓紧时间收买人心，于是呢，开始大封儿孙党羽为王侯卿相，甚至家里的一些奴仆走卒也都升官拜爵。光是侍中这类的官就封了近100人。这官太多了，衣服什么的怎么办呢？尤其是当时的侍中，按照规定啊，他们需要戴一种插有雕尾的官帽。官员的数量啊一下子猛增，导致雕尾的库存严重不足，不够用了。于是很多人呢就用狗尾来假冒雕尾，充门面。这也就是成语狗尾续貂的来历。那么从打这司马伦称帝开始，一连4个月的时间，天上出现了5星护惊天，纵横无常的异象。本来应该在夜里出现的5大行星，这回呢改在白天现身，而且不走寻常路，星星们开始横七竖八的乱走。天上的星星很随性，地上的人们也战乱频繁，生灵涂炭。公元301年的3月，齐王囧、河间王勇、成都王颖起兵讨逆。八王之乱在这之前啊，还仅仅停留在洛阳城里，在这之后呢，开始向整个中原地区蔓延，牵扯势力越来越多，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齐王司马囧是司马昭次子司马攸的儿子，举旗讨逆完全是因为在诛除贾南风之后，他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胜利果实，被排挤到许昌后，第一个跳出来要讨伐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是惠帝司马衷的弟弟，当时呢只有22岁，坐镇邺城，都督冀州和兖州。从司马颖起兵开始，就陆续有人响应号召加入。他的这个队伍呢，很快就发展到了20万之众。河间王司马颙是8王中比较远支的，他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的孙子，当时是在长安坐镇关中，本来是支持赵王司马伦的，半路上呢看到司马颖、司马囧这个声势比较浩大，临时变卦，变换了阵营。3位宗王，3路大军，3个方向，气势汹汹杀向洛阳。当时的洛阳啊，有10万驻防京师的部队，司马伦呢就调兵遣将，用这10万人开始应付3路大军。
双方首次交锋啊，京师军硬碰硬的以少打多，居然首战告捷，把司马囧和司马颖的两路人马杀得大败。可是接下来啊，由于京师军队主将不和等等原因，讨逆军开始逐渐占据上风，这个战局呢开始逆转。还没等讨逆军啊打入京城，这司马伦自己的阵营内部突然有人反了水，杀进皇宫，废掉司马伦，从金庸城迎回了晋惠帝司马衷。八王中第三个死去的赵王司马伦，最后在金庸城被赐以和贾南风一样的金粉毒酒，一命呜呼，他就归了西了。三位王爷共同起兵讨伐了司马伦，晋惠帝司马衷重登大宝。这里面尤其是首举一旗的齐王司马囧，威震京师，居功至伟。事后论功行赏，齐王司马囧获封大司马加9锡，成都王司马颖获封大将军也加9锡，河津王司马颙封太尉加3锡。司马家的人们啊，突然好像是中了某种诅咒，一旦位高权重，就开始放飞自我。洛阳的局势很快出现了新的情况。成都王司马颖听从了心腹卢骥的建议，不再趟洛阳的浑水，选择以进为退，回到邺城老家。而大权独揽的齐王司马囧很快就走上了司马伦的老路。司马囧放飞的表现啊，有这么几点：一是为了营建他自己的私人府邸，强拆公私房屋数百，搞得老百姓啊怨声载道，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二是自行拔高日常待遇标准，想用天子规格的歌舞，像皇帝一样在后房旋钟。三是沉溺酒色，有1年的时间不去朝见皇帝，随心所欲的用自己的符节向百官发号施令。四是一碗水端不平，选官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当初的司马伦啊是太大方，见人就给官。这司马囧呢和他完全相反，太抠门。当初约定成功后啊，各有重赏，结果成功了，光见他今儿拆房子，明儿拆房子，自己搂了个高满豪平。他是天天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其他人呢只能干瞪眼喝西北风，连口肉汤都捞不着。许多原本跟随他的人渐渐也就寒了心，司马囧的这个号召力啊也就大大下降。公元302年年底，河间王司马颙以齐王囧窥伺神器，意欲不臣为名，上表兴兵讨伐。随后呢，派大将张方领兵进军洛阳。司马囧人在洛阳啊，感到很意外，并且看到河间王的奏表中提到请人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懿做内应，于是呢，派人前去捉拿。这个司马懿啊，也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在所有的司马氏宗王里，算是一个难得的猛人。身长7尺5寸，开朗果断，财力绝人，虚心下士，名声很好。当他听说了这齐王司马囧啊来抓自己，第一个反应就是领着手底下100多死士，摆脱追捕，跑进皇宫，关闭宫门，挟持了晋惠帝，然后呢和宫门外的司马囧的人马互相攻击。司马囧、司马懿这一对堂兄弟就这样在皇宫内外僵持不下。战况焦灼之际，司马囧采取当初贾南风的老办法，让人打起邹鱼帆，一边挥舞一边喊长沙王矫诏。而司马懿那边呢也不甘示弱，马上回应着喊道大司马谋反。双方的战斗就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喊声进入到了高潮部分。一时间皇宫内外是火光四起，箭飞如雨。3天之后，齐王司马囧因为部下叛变兵败被擒。当他须发皆乱，五花大绑被推到晋惠帝面前的时候，这痴痴呆呆的司马衷啊罕见的流露出不忍的表情，想要
放过这位已经1年没见的堂哥。旁边的长沙王司马懿见状，叫人一把拉过司马囧，推出去，来了个斩立决。八王中的第4位，一心热衷于拆迁事业的齐王司马囧，就这样丢掉了卿卿性命。长沙王司马懿的强悍，让河间王司马颙的计划泡了汤。八王之乱的前期人们还会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兴兵。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理由都已经显得苍白无力。这场权力游戏变得越来越直接，归纳起来就4个字：不服就干。公元303年，河间王司马颙以大将张方为都督，领精兵7万出函谷关，直奔洛阳。成都王司马颖派陆基、王粹、石超等人领兵20余万，浩浩荡荡南向洛阳。司马懿在京师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护持着晋惠帝司马衷固守京城。在勉强支撑都成困难的情况下司马懿居然先后击破司马颖的军队，斩获军卒6、7万人。西明门一战，司马懿亲率晋军浴血奋战，大败司马颙的都督张方，当场斩杀5000余人。10月初9，司马懿领兵与陆基的军队大战于洛阳城东的建春门。陆基字世衡，出身江南大族吴郡陆氏，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名将陆抗之子。陆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但是领兵打仗的水平并非其所长。建春门一战，司马懿命令数千骑兵将长戟绑在战马身上，这个戟尖全部向前发起冲锋。陆基的军队因此大败，一直退到一个名叫七里涧的所在，死者如饥，涧水为之不流。尽管屡屡获胜，但是伤敌1000，自损800，再加上水源被断，洛阳城中出现大面积饥荒，司马懿一方开始不容乐观。这个时候，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位王爷开始上线。公元304年的正月，殿中诸将和左卫将军朱墨突然叛变，众人奉东海王司马越为首领，奏请晋惠帝免去司马懿一切职务，并将其囚禁到了金庸城。司马懿这位武力值一度爆表的宗王，在几天以后迎来了他的结局。张方领兵进入洛阳以后，就地架起木柴，用烤全羊的方式十分残忍地将司马懿烘烤致死。长沙王司马懿被张方烤死以后，八王之乱里的八王这个时候只剩下3位：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按照西晋的分封制度，通常情况下关系越近的封地也就越近，关系越远的封地也就越远。这个司马越呢，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夔的孙子，关系不是很近，因此呢，他被封在了东海郡，今天山东枣庄、江苏连云港一带。封地在东海，但是他本人在朝中任职。公元304年7月初1，东海王司马越发动政变，控制了洛阳城，并在3天之后带着惠帝司马衷北伐，兵锋直指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结果在汤阴被司马颖的大将石超击败，司马越逃回了东海，晋惠帝被挟持进了邺城。汤阴之战之后，八王之乱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各地的宗王，宗王都督也好，州郡刺史也罢，甚至流民首领、强盗头头纷纷各占山头，争抢地盘，互相攻伐，天下大乱。司马越败回东海以后，他的弟弟东营公司马腾联合幽州都督王浚，又打败了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在恐慌之下带着晋惠帝逃到洛阳。紧接着晋惠帝和司马颖又被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将张方挟持到了长安。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以奉迎大驾还都洛阳的名义起兵攻入长安，
将晋惠帝接回洛阳，独掌大权。八王中的成都王司马颖在辗转逃亡的过程中被人勒死。公元307年的11月18，晋惠帝司马衷突然食物中毒死了。有传闻说是司马越下的毒。在朝臣们狐疑的眼光中，司马越拥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晋怀帝刚登基不久，就下诏以河间王司马雍为司徒，让他入朝为官。司马雍满心欢喜，乘车上路，结果走到半路，被司马越的弟弟司马模派人掐死在了车中。司马雍的3个儿子也被杀死，八王之乱到此终结。八王中的7个人都没了：司马亮、司马伟、司马伦、司马囧、司马懿、司马颖、司马雍，先后死于非命。因为八王之乱而牵扯进来的，其实不仅仅只有这8位宗王。之所以叫八王之乱，是因为《晋书》中的八王传而得名。这场战乱前后延续了10几年的时间，是一场典型的宗室内部的大厮杀。它的后果对中国历史有着强烈的震撼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制度的一次大检阅。八王之乱是以贾南风专权为导火索，以赵王司马伦受禅闹剧为核心，几乎每一次的争斗都伴有无数人的死亡，很多的士族门阀丢掉了官位和性命，而各宗王呢，又趁机任用自己的亲信来填补这些权力真空。寒门庶族、地方士族依附于诸王，入主中央，取得显赫的官位，慢慢提升自己的门第。正是因为这样的你争我夺，宗王的战争呢才一次次上演，八王之乱才绵延了10几年之久。好了，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这是慢聊东晋16国的第1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八王之乱结束以后，民族矛盾尖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渐渐强大起来，一场更大的乱局也即将葬送西晋王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